陆振刚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卖地的合同要是不签，你得罪的可是宋氏啊。土地就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，你要卖地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是绝对不会把土地卖给你们宋氏的，就死了这条心，赶紧滚！陆小米，这项目可是宋氏出资，给的钱不低，干嘛跟钱过不去啊？宋氏有什么？你们这种有权有势的人就喜欢欺压百姓，强买强卖。陆小米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人。小娘们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可是宋总亲自过来监工，你如果不配合我，让我家宋总给人掉链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打小就下手重一身力气还是有的，大不了我们今天就鱼死网破。我话还是撂在这儿了，就算你们宋总今天签字，我们也不会签字的。宋总，商业区开发迟迟无法推进，就是因为这家人始终不肯签合同，他们还拒绝了我们的买地补偿呢。负责人是谁啊？理想。事情结束以后，马上撤离。宋氏不养废物。是。常言道，玉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你们动我家的地，就是动我家的财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简直是毫无逻辑啊！破泥巴地有什么值钱的？金山银山，这帮人这么死缠烂打，不就是想多要几个钱吧？尽快让他们签。是。明白了，告诉宋总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。这帮穷鬼哪配拿这么多钱？不如给哥几个分了，这破房子砸到水里给点钱就成。兄弟们，宋总发话了啊！给我查！给我查！不能打！不能打！死老头，你给我滚！你别打我家东西！我看，我想，真是一帮畜生！你妈的，往哪儿跑你啊！放开我！看见！你别打我家东西！放开我！停！陆小姐，这是给你的补偿，也是宋氏的合作奖励。3年后，我会带着合同再次上门。兄弟们，走！畜生，你就放过我！什么狗屁宋氏？他们宋氏不是绝对不会同意买地的。对了，宋总，老夫人交代让你今天回老宅商讨和沈小姐订婚的事。不去。宋总，沈小姐那么漂亮，而且还和你是青梅竹马，难道你对她就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我只把她当妹妹而已。结婚这种事儿，当然得跟自己喜欢的人去。我父亲也说过，这枚项链一定得送给我喜欢的人。这里的路也太绕了。宋总小心！
不会死了吧？啊！还活着啊！吓死我了！别说，长得倒是还挺帅的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不管了。喂，喂，你没事吧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叫什么？家住哪儿？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？我想不起来了。难不成是失忆了？失忆？反正呢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我也实在没法放任不管，不是？爸，要不你给他找件衣服穿吧？啊？哎，快去嘛！活着活着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啊！长得帅，就是穿什么都好看哈。哟，还害羞了？车祸！你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和别的车撞上了。搜救队已经找到车跟助理的尸体，但还没找到车。那说明还有希望。我要去月华村。助理，那边环境恶劣，你会不习惯的。我不怕，哪怕是尸体，我也要亲自把他给带回来。这马上就要订婚了，怎么就偏偏出了这么档子事儿？好，既然你一定要结，那我陪你。伯母，你放心，不管实业哥哥是生是死，这辈子我非他不嫁。既然住我家呢，就不能白吃白喝，得干活，懂吗？得给你起个名字才行。我叫陆小米，要不然你就叫小麦吧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我姓了，叫陆小麦。陆小麦，跟我走。看好了啊！来。真是服了。一定得搭帽。废话，赶紧的。
玩，你闻闻。我不玩。你闻，你别跑。看好了啊，教你割草。割好啦，你试试。疼！别动！真是娇气啊，大少爷，干啥活也干不好，养你可真费劲。不好啊！给。干嘛？我身上就这么一个值钱的东西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别不要我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就再养你一段时间吧。走吧，回家。都找一天了，或许哥不在这儿，走吧。不，实业哥哥他一定还活着，明天接着找，就算是尸体，我也要给他找出来。陆小曼，你等等我。你等等我。莫妮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把那个人当成是他了。不过我的实业哥哥怎么可能穿得这么寒酸呢？走吧。我扶你。一旦在月华村附近发现宋时业的踪迹，不用通知我，即刻送他去见阎王。是。还有，通知李想，3日之内解决所有分歧，绝不能影响宋氏的招商。宋时业，这些年来处处压我一头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翻身的机会。我向所有人证明，你办不好的事情，我能办好。宋氏、梦妮，统统都是我的。小麦，昨晚晚上下雨了，地上路滑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小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松开我吧。现在路这么滑，下山肯定也不安全，而且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将就一晚上吧。就在这儿歇一晚吧。要不你坐过来一点，两个人抱在一起会暖和一些。啊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看你挨冻不忍心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知道，谢谢。
달리 작은 떨림 두 배로 뛰는 내 바람 소리 喂，爸。什么？拆迁队的人又来闹事了，我马上回去。陆振高，这好了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这字呢，要是再不签，房子那就让人拆了啊！我看谁敢！李想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签，你怎么还死缠烂打？赶紧滚！小米，你不就一个植物学硕士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月华村建设的项目，已经通过了。这房子就算是拆了，那也是合理合法。你呀，那是没用啊！谁告诉你合规合法的？方案过了又怎么？你们没资格砸屋子。谁呀你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给我干！没猜错的话，宋氏这么着急拆了，是为了后续的资金吧？如果地皮的问题解决不了，你们就拿不到后续的银行贷款和融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威胁我们没用。你要是敢砸，我就告你暴力拆迁。宋氏的名誉如果受损，不仅没有后续的资金注入，可能连股票都会下跌。到时候你猜宋氏会拿谁开刀？有这么夸张？你可以试试看。相爷，要不咱还是算了，等宋氏那边派人过来，咱们再过来找他。行，这次算你厉害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小麦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，竟然懂这么多啊！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叔叔，感觉这些话好像顺嘴就说出来了。哎呀，厉害呀！该不会你之前还是个大总裁吧？也有这个可能。我要是总裁的话，那就不用干活了，我天天带着叔叔和你花钱不就行了？哇哦，得了吧你！赶紧给我买素食。等，我装总裁是不是？上台搞干！我给你买别墅。他奶奶，总有一天要收顺路才能带把柄。你们谁呀？宋子文，二少爷呀！二少爷，听说呀，您现在在负责玉河村这个项目，以后还是希望您能够多多提携提携。项目进展如何了？这项目其实大部分协议都已经签过，只不过碰到几个硬骨头，特别难啃，而且还碰到一个能说会道的，说咱们在闹事儿，还要告我们。有这回事？千真万确。现在我刚接手项目，需要手里威信，正就拿这家人开刀。双清你竟然敢跟我们宋氏对抗！走，我亲自收拾他。梦里，你在这好好休息，我去去就行。李想，你留在这照顾沈小姐。赶紧都跟着！别吃买。老板，往前坐。
世的人。二少爷，怎么了？大概是听错了。走吧。小麦，我先回去一趟，你马上回来。哎，二少爷，就是这户人家，把这破门给我砸开！动手！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把他摁住！放开我！这群畜生，放开！果然情深恶水出刁民啊！你个无权无势的蝼蚁，是怎么敢跟我们宋氏的？二少爷，就是他，之前拿锄头吓唬我们。你是宋氏的二少爷？怎么，现在才知道？晚了。呸！最讨厌的就是宋氏的人，这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混蛋！敢骂宋氏，找死！这是宋家祖传的项链，记住了，只有宋家未来的儿媳才有资格戴这项链。这项链是从哪儿弄过来的？这是我的！什么东西？你个乡下穷鬼怎么可能有这么贵重的项链？分明就是偷的！我不是偷的，这是小麦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。难不成宋时夜没死？嘴巴真硬，把他绑起来！放开我！你别碰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放开！你们都到院子外面守着他，我要单独审问。是。我认识这项链的主人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在月华村附近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出了车祸的男人？问这个干什么？别看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见到那个男人的时候，他是生还是死？你想长期在月华村待着，或许能打听到石叶哥哥的下落。玉哥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石小姐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在月华村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不就陆家那小子吗？今天啊，就是他带着头去地拆迁，耽误我们进度。真的啊？石叶哥哥还活着。可是为什么石叶哥哥会拒绝拆迁？他不是想尽快让剩下的钉子户签字吗？不管了，石叶哥哥还活着就好。快，你立刻带我去陆家。到底要干什么？陆小姐，你告诉我他的下落，我保下你家的房子，怎么样？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指不定车祸的事就是他干的。我让他知道小麦的存在，我没见过。陆小姐，我劝你不要进去不吃罚酒。说了，我没见过，就是没有见过。既然陆小姐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也只好上一下手了。我听说你爸陆振刚上岁数了，腰不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取决陆小姐你。只要你乖乖告诉我这个人的下落，我保你个法平入室。兄弟，呸！今酒不吃罚酒，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自由！宋时夜，你谁啊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认识我？小麦，你别过来！
这个宋家二少爷早就是你的仇家，偷人家没命的，你别过来啊，小麦，别过来！难不成脑子撞傻失忆了？看来老天都在帮我，趁没人发现，现在就送你去死！把这个捣乱的给我抓起来！把他给我摁住！到底想干什么？原来真的失忆，怪不得身手这么差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太贪心了。夺走属于我的一切，既然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再活过来？放心，这次我亲自送你上路，绝对不会出错。带走！你想杀我？放手！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石爷哥哥，放手！放手！石爷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真是。小姐，你谁啊？认错人了吧？叶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张脸我怎么可能认错呢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太远了，听不清啊。那个女的叫小麦什么来着？梦离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这下麻烦了。梦离，你先别激动，大哥他……少主啊！我还没有问你呢，你为什么要绑架石叶哥哥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梦离，你误会了，哥失忆了，我只是想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，但哥一直不配合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强行把他带上车了。失忆？石叶哥哥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梦离，眼下最紧要的是送哥去医院检查。检查？石叶哥哥，你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好不好？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前提你必须把人都撤走，并且发誓以后不能再为难陆小米一家。没问题。不，哥，现在可以去医院了吧？石叶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小麦，小麦，小麦，小麦！松手的人一看就没安好心，小麦肯定有危险。对，要最好的病房，让所有脑科医生待命。小米那边应该安全了，我也得尽快翻身才行。石叶哥哥，松松小心！全都想起来了。石叶哥哥，你终于醒了。
哥，感觉怎么样？头疼，我马上让人去叫医生。张宇，去叫医生过来。好。这纹身，车祸难道是他的手？这些年倒是小瞧我这个弟弟。石爷哥哥，你别担心，医生马上就来了。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呀？宋子文野心这么大，眼下还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恢复记忆的事儿。医生，石爷哥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记忆啊？这个我可不清楚，主要还是看病人自己的恢复状态和精神意志。时候不早了，先回去吧。石爷哥哥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过来看你。啊。谁？是我。小米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救你啊！你小子刚差点掐死我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我带你从窗户逃出去。小米，这已经是你第2次奋不顾身的救我了。当然要救你啊！你可是我的人。对，我是你的人，我跟你走。走啊！你先下去，我的号。愣着干嘛？快点啊！上车。啊！哎呀，为了庆祝，我承诺把你从医院解救出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不能再任由宋氏那帮人这样下去了，得想个办法阻止他们。小米，你为什么不想宋氏集团开发月华村？宋氏那帮人眼里只有利益，什么狗屁商业区，一旦开工，月华村的生态都会被破坏。到时候月华村的水泥钢筋占据，玉水青山不在，你就再也看不到这些可爱的萤火虫了。小米这么讨厌宋氏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。这段时间我必须得做点什么，让他不那么讨厌我。小米，我有办法阻止宋氏集团开发月华村。石爷哥哥，我给你。子文，你找到石爷哥哥的下落了吗？监控显示，陆小米昨天偷偷潜入医院，把人给走了。月华村，一定是去月华村了！你现在立刻备车去月华村。硬碰硬肯定是阻止不了宋氏，所以我的计划是制定一个环保项目，在保证不破坏月华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，然后拉投资，取代宋氏集团的计划，而且环保项目还会得到官方的支持。那要是这个项目能成型，月华村就有救了呀！太好了，
只要官方一旦介入，宋氏集团的实力就算再大，也拿我们没办法。小麦，你太棒了！你住手！放开他！你俩是绑架犯，又来干什么？陆小姐，我奉劝你乖乖把他交上。不可能，谁不要动我家小麦？你们家小麦，陆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当然知道呀。小麦失忆之前肯定是一个精英人士，你们两个一定是他的仇家，你们就是想趁他失忆下黑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宋氏没一个好东西。什么仇家？陆小姐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……先别说，跟我出去。你干什么？宋主任，小麦，赶紧把门锁上，省得他们俩不打招呼又闯进来。好。放开我！宋主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告诉他实业哥哥的真实身份？现在还不能说。宋实业还活着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这样有机会除掉。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哥失业只相信陆小米，陆小米这种身份低贱的穷人，一旦知道了哥的真实身份，很有可能利用哥来敲诈钱财，甚至还会威胁到哥的生命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能看着实业哥哥在那个破地方待下去吧。你放心，等我拿到月华村商业区的项目，一定想办法把哥带回来。真的吗？嗯。还有，我总感觉上次的车祸有蹊跷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实业哥哥？我也只是怀疑。这样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哥还活着的消息一定要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主人，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放心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我们先走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投资大佬王多鱼，只要他肯支持我们，月华村的环保项目从立项到融资都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他现在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差，很难交流哎，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合作。放心，事在人为。走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听说华融今天有个立项会，我们来找王老谈投资。找老王？又来两个不怕死，去内厅找他们吧。哦。两位，我们自求多福。一群废物，写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自己看啊！环保项目，这是写的什么？环保项目简直就是在侮辱投资！我跟你说，我王多鱼就算把钱捐了，也绝对不做环保，听到没有？可是我们这个项目也是环保的，听了不会更生气吧？自信一点，我们项目没问题。谁呀你？我们是来找您谈投资的，这是我们的项目书，您看一下。绿色旅游，环保，怎么又是？你说你们这群人是不是有？拼的是我呀！环保啊，今年的热门项目，特别有同情力。可是您刚刚还说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觉得这方案特别好，而且一够落地，跟这群垃圾项目完全就不一样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毕竟一些可认。我是说，我真特别好，这项目我王多鱼投了。啊！既然王总这么喜欢这个项目，那我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不用今天，明天也。就今天，现在签。
陆小姐，慢主他们喝醉吧。喝醉吧，王总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小白，快走啊！ 小麦，真拿到王老投资了，给他送命吧！当然不是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呐！我从这边，你从那边，我们把握宋氏集团的公章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。 该死的宋氏！我这边没有，你呢？没有，给我换来了这个。这个箱子保密级别很高，材质特殊，需要人的瞳孔识别才能打开。那怎么办？宋氏，等着瞧。 小敏，时间不早了，先在这儿住一晚吧。这儿也太豪华了吧，住一晚上得不少钱的吧？要不还是算了。先看看嘛，不合适再说啊。走走。住一晚上要1000多，总不会抢啊！这位小姐，我们可是5星级酒店，住不起请离开。你干嘛？ 就是住不起，怎么了？小麦，坐。怎么回事啊？经理，我们想办入住，有没有经济实惠的套房入住？送啊，有，今天是咱们酒店80周年庆的活动，每日第80位入住的客人可以免费享受咱们的豪华总统。巧了，2位呢就是咱们今天第80位客人，最顶层的豪华总统套房免费入住。真的假的？免费？对，免费，免费哎！哇，小麦，我今天也太幸运了吧！先是拿到了王多鱼的投资，现在又能免费住进这么大的套房里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 哎，刚好有2间房，我们可以一人1间。好，好。50间？你说什么？没事儿。那你先去休息吧。晚安。查到了，他们住在丰盛酒店。哎。 不知道大懒猪陆小麦起床没？一会儿拿包子馋死他。陆小姐，我们聊。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陆小姐难道不想知道陆小麦的真实身份？有人想要她的命，大可以现在就。你说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陆小姐有没有想过，陆小麦当初为什么会出车祸？有人想要她的命，如果他们知道陆小麦没死，肯定会自死。他们是谁？中午12点。 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告诉你他们是谁。小敏。 我们今天就回玉华村吧啊！小米，宋总，不好了，陆小姐去了郊外的一处废弃工厂。啊！宋子文，你给我出来！陆小姐。 我还真的有些佩服你的胆识，竟然真的敢一个人到这里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好告诉我害陆小麦的人是谁吗？想要害陆小麦的人，就是我呀！
住他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宋子文，你这个混蛋！贱人，还想跑？干什么？小麦，小麦，不要！小麦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小敏，陆小敏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要救她的话，现在就到北郊废弃工厂。宋子文，是你。我只给你半个小时，要是没来的话，我可就要去送陆小姐去见阎王。宋子文，我警告你，最好别动她，现在就过来。陆小麦对你还真是情深啊！我实在好奇，要是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还会不会如此爱？这个混蛋，我杀了你！小敏，陆小麦，你终于来了。宋子文，知道你的目标是我，放小敏，我留下。你们两个还真是伉俪情深，但抱歉，今天你们两个都得死。给我上！果然失忆过后你的身手也要是从前的你，怎么可能被这些小喽啰打死？真没想到还能有一天看到你这副模样。这么多年，宋氏的人看不上你，连我心爱的女人喜欢的也是你。我日夜盼着你去死，今天我的愿望终于要成真了。陆小麦，等我打开了这个箱子，就送你去死！扒开他的眼皮。公章到手了，宋氏是我的了。哥，输了。这是什么？公章呢？公章去哪儿了？你别过来！小麦，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弟弟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是你都想起来了？怎么？怕？当初你派人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怕的？记起来又如何？宋时宴。不想他死就给我让开！宋子文，你谋杀兄长，绑架勒索，证据确凿。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报警，现在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。如果你想在里面待一辈子，那就动手试试。别以为我不敢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交给警察处理。宋时宴，你凭什么总是压我一头？我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小米，你没事吧？所以你是宋时宴？不是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强拆月华村、拿钱羞辱人的宋氏集团总裁宋时宴。当初的事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呢，我们能那么轻易的拉到投资，还能免费住进总统套房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手笔。不是的，小明。你甚至提前在保险箱里放好了武器。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，而我也不过是你的棋子而已。你听我说，
我只是猜到宋子文会抢公章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过棋子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够了，小明，我真的可以解释的。你别管，宋十夜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宋总，他现在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派人跟着，保护他。是。好了吗？您先坐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十夜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宋子文他，如果我知道他要害你的话，我绝对不可能答应他瞒着你还活着的事情。什么？还有这事？真没看出来，你有如此歹毒的心肠，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我是不是没事嘛？反正他现在已经进去了，没个10年8年出不来。这事也不怪你，你也别自责。你不在这段时间，梦离他天天来陪我，正好你现在回来了，就顺便把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吧。妈，我不会和梦离。你说什么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出的是什么呀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小麦呢？外头。这是怎么了？是陆小麦那小子欺负你了吗？爸爸，小麦他就是宋十夜，他骗我，他就是宋十夜。怎么是你啊？小米，小米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我们当面聊聊行不行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，你走吧。你不想救月华村了是吗？宋十夜，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竟然敢拿月华村来威胁我！不是的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们之前一起做的项目书，绿色环保，绝对不会破坏月华村的生态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项目通过审核了，马上就要实施，我希望你来接手。小米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宋氏，更不喜欢宋十夜，但是我不仅仅是宋十夜，还是月华村的陆小麦，我也想保护月华村，更想和你道个歉，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。你才不是陆小麦，陆小麦已经死了。再说了，陆小麦心思纯良，不像你心思狡诈。小米，这个项目书是你做的，你那么热爱这个地方，我是真的希望你来接手。明天中午，我在拆迁办等你，直到你来。宋总，现在已经2点钟了，陆小姐肯定不会来了，再等等。宋总，陆小姐，是陆小姐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是为了月华村的事情才来的，你我之间以后只能这个事情。宋总，陆小姐已经好几天没跟你说话了，这样能行吗？水滴石穿，贵在坚持。小米，渴了吧？喝点水。谢谢啊。不用谢，你要是还渴，你就跟我说啊，我那儿水挺多的。真没想到，堂堂的宋氏总裁竟然是个恋爱脑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妹妹回来了，这一天累了吧？来，尝尝爸爸给你做的烤鸡。哇，好香呀！还是爸爸好。凤莲儿，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最近月华村来了很多工人，他们都住在村民家里。咱们家不也有空房吗？
我想腾出来啊，让他们动。可以啊。既然闺女愿意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出来吧。你好。怎么是他呀？他不行。刚才你还满口答应的，怎么又反悔了？你也没告诉我让宋世业来呀。房子本来都是他住的，现在住下怎么了？那是小麦的房间，不是宋世业的。不是同一个人吗？不一样。陆小麦才不会耍手段来讨好我爸，也不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小米，你误会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村里别家都没房间了，伯父怕我没地方住，才把我叫来。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，我本来也是要开车回去的，但是今天晚上雨太大了，伯父说开车回去不安全，硬把我留下来。确实啊，是我硬把他拽回家里来的。约路啊，你忘了，当初他就在野区生活。这是你的房子，你想让谁住就谁住，我不管。伯父，谢谢你愿意帮我。谢什么？我想的呀，想让小女消息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你任重而道远啊。你放心。你就是陆小米吧？我是沈梦离，实业哥哥的青梅竹马，我们聊聊。有什么话尽快说。还有什么？前阵子实业哥哥失忆，在你家住了一段时间，这是酬谢。500万，好大的手笔啊！只要你愿意离开实业哥哥，我可以再给你500万。离开？前阵子实业哥哥刚回宋家，跟他妈妈大吵了一架，拒绝跟我订婚。他还说这辈子非你不娶。我知道你曾经跟他共患难，但他毕竟是宋氏集团的总裁，是天之骄子，而你只是一个农村出生的普通人，你跟他有着天壤之别，根本就没有在一起的可能。你就是想说我跟他不配，你们俩是郎才女貌。陆小姐是明白人。首先，我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不存在什么离开不离开。其次，这些话你还是留给宋实业说。我呢，只是一个农村出身的普通人，我没有义务为你们的爱情保驾护航。还有事儿，先走。哦，对了，还有500万，偶像剧看多了吧你？站住！你少在我面前逞威风！你身份卑微，一身土气。实业哥哥他只是暂时被你迷了眼，最终他还是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他真是太好了，赶紧把你的实业哥哥带走，别让他再来烦我。贱人！实业哥哥，谁让你来的？实业哥哥，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何必为了他自降身份去讨好他呢？我才是那个全心全意爱着你的人。我不爱你，你不也死缠烂打？还有，大家都是平等，哪来的身份高低？再说了，我们俩的事。实业哥哥，你还是我认识的宋实业吗？都是你，这个狐狸精，都是你勾引的实业哥哥，我打死你！够了！我告诉你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今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再敢找小米的麻烦，人家就等于破产了。小米，我和实业哥哥认识这么多年，而你和他才认识3个月而已，凭什么你能后来者居上？我不甘心！陆小米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小米，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？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保证，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。宋大总裁，我所有的麻烦都是你带来的，只要你远离我，就不会再麻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只会说对不起。宋实业那个混蛋，气死我了。不过，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生气？
陆小米，你认清楚一点，他是宋时夜，不是陆小梅，没必要因为他生气。你们说什么比赛啊？又聊你二三天了？小米才嫉恶如仇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谁能把她气成这个样子的。你这种菜啊，哼，我怕是不能让她消气的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指望着这样就让小米消气啊。都这个点儿了，小米咋还没回来啊？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派人查一下小米去哪儿了。空子，陆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贱人，你总算是醒了。沈梦离，你要干什么？本来我想在你晕倒的时候把你丢下山崖的，可是我一想到实业哥哥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甚至不惜为了你跟我和伯母决裂，我就恨实业哥哥本来是我的，要不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了我的实业哥，怎么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我不可能让你死得这么轻松，我要划了你这个小贱人的脸，让你在绝望和痛苦中坠入山崖，到时候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、面目全非，就没有办法勾引实业哥哥。沈梦离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想想，我要是死了的话，宋时夜会不会怀疑你？不会的，我跟实业哥哥从小一起长大，在他面前我一直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实业哥哥是不会怀疑我的。不代表现在不会，你忘了吗？白天的时候，他亲眼看见你威胁我。不会的，都是你！不是你勾引实业哥哥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沈梦离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保证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会离宋时夜远远的，我还能让你们俩结婚。我才不相信你这种鬼话呢！只有你死了，实业哥哥他才会属于我。我现在就还了你这个小贱人的礼。陆小米，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还有谁能够救你！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但是在附近的小路上发现了这个。哎呀，小米，该不会给人绑架了吧？小白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！伯父，你先别急啊，小米不会有事的，她无权无势的，到底是谁绑架的？贱人！实业哥哥，沈梦离，快去查沈梦离的下落。好。哎，等下，先去联系我母亲，她平日里对沈梦离不错，应该能劝住她。明白。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还有谁能够救你！梦离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你不是这样的孩子，快把刀放下。伯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被逼的。我是被你们逼的！你先把刀放下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好，实业哥哥，只要你答应娶我，我就放下刀，好不好？宋实业，可连哄都不愿意哄我。我喜欢了你20多年，从小到大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是你的妻子，可是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梦离，只要你答应放了小米，以后把你当亲妹妹对待。我才不要做你的妹妹！宋时夜，我恨你！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我就杀了你最爱的，我要让你一辈子在悔恨之中！不要！对不起，小米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你了。
宋十爷，你撑住，你嫁不得杨先生，宋十爷。小米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有点困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不行，你不能睡，我要睡宋十爷。小麦，小麦，我杀了十爷哥哥。杀了十爷哥哥！十爷哥哥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来陪你了。梦里马上就来陪你了。造孽呀！造孽呀！ 그대 지금 내 가슴에 들어와 사랑을 말하고 있죠. 你醒了？你是把你妈妈叫过来吗？十爷啊，你终于醒了。小米她在医院守了你1周，我看啊，这小米心里是有你的，只不过她现在心里还有个疙瘩，这需要你自己想办法。明白了。 谢谢。乖女儿，有心事？没有。你可骗不了你老爸我。跟我说实话，你对小麦到底什么想法？他又不是小麦，怎么不是一个人了？当初宋十爷拆我们房子是他不对，他不是知道错了吗？ 上次他还舍身救了你，再大的错也该原谅他了。我知道，月华村的事儿，还有上次他救我的事儿，我都很感激他。之前的事儿我也想通了，我不怪他。你怪他了？那在医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躲着他？我之前对他那么冷漠。 现在他为了救我又受伤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那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愿意舍身救你？因为愧疚吧。你就没有想过他这么做是因为喜欢你？没想过。那如果他要向你表白，说喜欢你、爱你，你会和他在一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他表白了再说吧。去睡觉。哎，乖女儿，怎么？ 跟我上。爸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我这是个带路的，是他找你啊。走吧。小米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。 我先回去了。小米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啊，之前一直是我太笨了，总想着要弥补你，但是从来没跟你表白过。小米，我爱你。每次听见你说我不是陆小麦，不愿意接受我的时候，我都非常难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我这辈子都是陆小麦，那样你就可以接受我，爱我。小米。 你可不可以也给宋十爷一个机会，一个向你靠近的机会，一个爱你的机会？陆小麦也好，宋十夜也好，不都是你吗？小米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你这么诚心的请求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吧。以后不许再给我爸买酒喝了，听到没？好，都听你的。那我买茶叶行不行啊？小米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非常非常爱你。你还要说多少遍呀？很多很多遍。我喝一杯。小米，我爱你。
我也爱你。